无尽星空中，银河系边沿，一个黑袍人虚空而立。是谁这大手笔，居然在这星系设下如此大的星际大阵？就连我也设不出如此阵法。我倒要看看这里隐藏了什么秘密。坏了，这是能量禁锢大阵，这是谁人设下？把宇宙能量阻挡在外，阻止生物进化，真是好狠的手段。哎，这里还有个智慧生物星球，这样猛烈能量冲击下异变会异常猛烈，这星球上的人族怕是很难生存。罢了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便让我助尔等一臂之力吧。黑袍人抬手一扔，一颗黑色圆球化为一道流光飞向地球，他身形闪烁，消失在无尽星空中。与此同时，狄平坐在楼顶，回忆过往种种，感慨万千。地震了，流星！发现低级智慧生命体，符合传承条件，开始融合1%、2%、100%，融合成功。开始搜索信息，发现低级文明电子设备，连接网络信息收集中，发现符合文明传承程序，程序融合开始，1%、100%，整合成功。末世庇护传承系统等待开启。我昨晚不是被流星砸到了吗？怎么没事？激起清醒，请尽快开启末世庇护系统，迎接末世降临。谁在说话？请尽快开启末世庇护系统。鬼啊！这怎么和我玩的游戏《末世堡垒》有些像？这要怎么用？不知道要怎么开启。宿主清闲，请尽快开启末世庇护系统。开启失败。任务：收集能量结合5枚，达成开启条件，奖励传奇招募卷1张。还能做任务？传奇招募卷这可是好东西啊！不过这能量结合是什么呢？就在此时，远处响起警笛声，空中有6架战机高速滑行。狄平这才注意到，城市已经置身在原始森林当中，到处是高大的树林，几乎所有的别墅建筑全然被森林所淹没。天台门打开，10几个人蜂拥而出，眺望四周。咋会这样？你们看，城区也是这样。市民们，请不要惊慌，尽快返回房间，等待政府调查后通知。政府这样通知市民不要外出，城市被巨大树木占据，交通也将成为问题，食物肯定无法保证正常运输，到时一定会食物缺乏，那囤积食物就成为必要。我必须尽快囤积足够的食物。狄平进入超市食品区，装满2辆购物车，到前台结账，消费3000元。麻烦你们谁帮我送1辆回去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还得上班。每人500。小陈，我看店，你去。食物，对，我们家食物也不多了，也得去备些。爸，家里多收集粮食和水，把院门锁好，房门锁好，待在家里不要出门，有人叫门也不要开，有危险就躲到地下室去，一定要等我回去接你。喂，狗子，原子。狄平挂断电话，清理物资。就在这时，电视上正在播放专家的采访。异变或许是好事，地球又重新变得年轻。专家，末世马上要降临了。中午，狄平草草的吃了点饭，系统也开启不了。金河他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，也无从找起，只能在房间里乱晃，一会看看电视，听专家吹牛，一会看看书，又一会看看窗外。奇怪，今天外面怎么这么安静？那些叽叽喳喳讨人厌的鸟去哪了？外面天渐渐黑了下来，而收集食物的人也都回来了。整个小区突然安静的吓人，狄平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似乎和平时不一样。啊，好大的老鼠！狄平急忙翻身跑到窗前，向楼下看去，10几只巨鼠窜出草丛，2只径直扑向费劲的保洁工人。这些老鼠都变异了，看来世界末日真的来了。狄平心里一惊，看样子老鼠已经冲到顶楼了，要是听到房间有动静，说不定会冲进来。他左右查看，搬起沙发，堵上房门，拉上窗帘，关灯。过了有5、6分钟，再没听到楼道里声音，狄平才一屁股坐到地上，长长出了口气。救命啊！狄平吓了一跳，这狗叫声不同平常，异常响亮，伴随着低沉的嘶吼，震得人心口发闷，如同草原上雄狮攻击时发出来的低吼。难道狗也变异了？不对，肯定是这样，老鼠都变异了，狗肯定也不例外。看来警察也出动了，系统开启不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还能活下去吗？不行，冷静，我要冷静。爸妈还等着我去救，现在我需要一把武器。狄平目光落在客厅的架子上，架子上放着一把悍剑，他快步上前，将其拔出。狄平制定了锻炼计划，吃完饭后便抱剑躺在床上睡觉。今天他得好好睡一觉，不然明天就没精力继续训练了。声音是从客厅传来的，难道老鼠跑进来了？
该死！狄平走到房门前，侧耳细听，真的在房间里，老鼠是从哪里跑进来的？该死！我睡得太沉了，听着外面应该只有一只老鼠。狄平咬牙低骂一声，一只老鼠都不敢上，那还怎么回家接父母？拼了！卡住了，就是现在！狄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剧烈喘息。就在这时，一团鸽子蛋大小的绿色块状物从巨鼠体内飘出，化作一道绿光误入狄平体内。这是什么怪东西？怎么钻进我身体里了？发现灵魂能量系统未开启，无法存储，消耗灵魂能量进行宿主机体强化。我的身体得到了强化，现在精神和力量都得到提升了。这团能量应该是杀死变异老鼠后的灵魂能量，可以用来提升自己。看来杀怪升级也拥有了杀怪升级的能力，只是不知道这个系统有多少人有了。不过只要我不断击杀变异动物，应该就能很快拥有足够的力量回家保护爸妈。发现晶核，请收集用以开启系统。晶核在哪儿？难道在变异鼠身上？原来这就是晶核，系统开启就是要这个东西。这已经有了1颗，再打到4颗就够条件了。狄平坐在椅子上，外面传来直升飞机的轰鸣声。由于不明原因出现变异动物，请市民堵在家里，不要外出，等待政府救援。家里有猫狗的，请尽快处理。一旦变异，攻击性很强，会随时伤害人类。是政府发来的信息。昨天有动物被带着撤掉水到商目前情况紧急，请市民积极自救。狄平检查厨房烟道，发现烟道出现一个缺口。看来那只老鼠是从烟道里面爬进来的。今天晚上我就将计就计。夜深时分，变异老鼠进屋，老鼠发现狄平，准备进攻。看来平时练习挥剑还是有用处的，顺着力量增加，而变异鼠也错误判断它的速度，才一招见功。一个绿色光环从巨鼠身上飘起，没入狄平体内。发现灵魂能量系统未开启，能量无法存储，消耗能量强化宿主机体。我的力量又增加了，一次增加30-40斤，2次就是70-80斤。不过怎么没有晶核呢？狄平上前仔细检查巨鼠尸体，果然没有晶核，看来系统不好开启啊。不过我多杀几只，一定能成功的。5架直升飞机在天空飞行，一群变异鸟怪飞过来进攻直升飞机。我们被变异鸟群包围，我们被变异鸟群包围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城市上出了不少变异鸟类，有比玉子还大的麻雀，更有成群大如母鸡样的玉子。客厅内，狄平找来老式收音机，现在信息不通，通往外界的交通也没有，信号也失去了，唯一能沟通的可能只有无线电了。鸟类发生变异，直升机坠毁，形势愈发危急，请各位市民千万不要出门，在家等待救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求人不如靠己，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不过眼下政府的手段都已经失效，他们极有可能会撤退，去和军队会合。狄平停下动作，疑惑看向门口。他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向门外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兄弟，我们是楼下的，没有恶意，找你有事相商。你先开门可以吗？外面太危险了。看两人的样子不像是恶人，况且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就算是恶人也不怕。先让他们进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狄平搬开沙发，打开门，两人进入房中。兄弟不要紧张，我们没有恶意，我是3楼302住，我叫陈刚，这位是我的兄弟李胜。你好，狄平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好，是这样的，政府要撤退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消息可靠吗？看来自己猜对了，政府真的要撤退了。可靠。楼下201住户王德林的大哥王德全是省政府的2号大秘，今天早上通过特殊电话给他弟弟打的电话，要他务必于明天中午之前赶到省政府集合，到时政府会组织警力突围，说是军方也已经秘密派了一队人进来接应。你们是想去省政府跟着撤退？是的。那你们找我是？李大哥，我们觉得人多力量大，这样更安全些，所以想多集合点人一起去省政府，您看要不要一起？如果这些人都走了，这楼里剩下的人就不多，自己一人在这里危险性也更高些，连个分担压力的都没有。你们现在有多少人了？已经有快100人了，我们都在2楼王德林家集合，你一会儿也可以下去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。好，我一会儿就下去。狄平来到201门口，侧耳细听，从门内传来嘈杂的谈声，里面有很多人，不像有诈。狄平敲响房门，谁？我是8楼来会合的。狄平进入201房间，此时房间里聚集了40多号人，大家都在小声地讨论着什么。兄弟你好，我叫王德林，欢迎你的加入。林哥您好，狄平，您叫我小狄就好。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目的了吧？是。省政府今天给重要领导都发了通知，明天中午之前就会向城东的军区基地突围，到时军方会有部队接应，而我们只有这一个机会可以跟上，晚了再也等不到军方人来接应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明天中午前赶到省政府，这样我们才能跟着大部队。
而这10多公里路，危险肯定有。我们这些人要团结在一起，这样才能更安全。王哥，我们啥时出发？明天早上6点准时出发。我这2天观察了下，一到5点左右，变异鼠和变异狗就开始退了，所以等到6点比较安全。而且路不好走，我们要留出足够时间花在路上。那晚点不安全怎么办？路上要是遇到变异动物，还不死定了？是呀，听收音机里说路上还有变异蛇、变异猫之类的，这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对呀，好像说还有狮子老虎呢，我看还是家里安全些。王德林看向消瘦年轻男子，眼中闪过杀机。这家伙不是个好相遇的，得小心他一点。各位，我只问一句，你们家里食物还有多少？够吃多少天的？厉害啊，一句话就直达问题根结。这些人左右都是个死，肯定会答应了。对啊，我们家马上就要断粮了。我家也没有了，当时抢个少，我看明天就没得吃的了。谁借我点？我看还是去吧，在家里也是等死。是，我看我们还是去省政府会合才成，毕竟那里可是有军队。好，那就这样决定，明天早上5点半集合，6点准时出发。现在来决定开路人选，谁自愿报名？这群人都是自私自利、胆小怕事之人，我不能和他们走在一起，也不能把后背交给他们。我报名。我也报名。我也去。算我一个。好，明天请各位准时过来。第二天，狄平走入房间，客厅内站满人，目测组有上百人。弟老弟，我们来研究下路线。狄平来到大厅中间的茶几前，只见上面放着一张中州市地图，图上已经用细线标出来省政府位置，更用红线画了一条路线图。王德林指着地图上的线路：“弟老弟，你看这条线怎么样？”这王德林确实不是草包，路线规划的很实际，距离也可以说是最近的，而且尽量选的是主干道。要知道主干道路面硬化好，野草长势会慢些。线路可以，这都是主道，应该路面野草少些，好走一些，方向也好判断。商量好路线的狄平等人各自带着五花八门的武器出了小区，来到小区外面的马路上。马路上长满杂草，只能依稀看到一点马路的痕迹，勉强能通行。躲！众人四散躲藏。公路尽头出现10头变异犬和1头变异山羊，10头变异犬追着山羊咬，山羊奋力抵抗，用脚挑飞一只变异犬，更多的变异犬扑向山羊。一番激战，山羊终是力竭倒下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出问题。会。变异犬听到声音，抬头望向这边。队伍溃散，众人四处奔逃，不少人葬身泉口，也有人聪明的跑进草丛。狄平4人跑进草丛，迎面撞上1头变异犬。就在此时，一团深绿色的光团从变异犬身上升起，化作流光射入狄平身体。经过灵魂力量的强化，狄平身体素质再次得到加强，这次的力量增加了200斤。糟糕，要暴露了！狄平转身发现陈刚3人都吓傻了，正盯着死去的变异犬看，没有发现他身上的异常。狄哥，你看，太厉害了！他们似乎没发现灵魂能量，难道这个只有我能看到？发现金盒，请宿主收集。狄平从变异犬身上找到白色金盒，收入口袋。狄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回头再和你们说，先离开。 4人走了快1个小时，惨叫声越来越稀疏。狄平心中唏嘘，看样子百人队快死的差不多了。狄平4人和王德林会合，百人队只剩下20多人了。王哥，你们下面有什么打算？我觉得还是去省政府会合比较好。王哥，我觉得不靠谱，路程太远了，路上危险太多，我是不准备去了。狄平经过了3次强化，觉得系统是真的有用，他不想暴露，留下来才能把金手指的作用发挥到最大。我们也不去了，我们跟迪哥走。我也不去了，我也跟狄平走。我也回去。最终，队伍分成了2队，狄平一行人回小区，王德林一行人准备去省政府。众人进入小区大门，后方传来了呼救声音：“救命啊！”此时，小区外数头变异犬正追杀王德林一行10数人。好，该死的王德林想拉我下手！众人飞快朝住宿楼跑去。狄平跑到门口，快速输入安全门密码。快点！李胜等人跑进安全门，唯有胖子陈刚还在20多米开外。迪哥，等我！快关门！不行，还有人在外面。胖子哇哇大叫，在他身后还有2男1女，男人拉着一个16岁左右的女孩，而在他们身后则是几只变异犬。快跑！畜生，来呀！老公，男人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，不幸牺牲。而胖子陈刚此时还在外面，李胜顿时急了眼。迪哥，让我去救胖子，我去救人，你们把门看好。狄平冲出安全门，
跑到胖子身边。迪哥，别墨迹，快进去。狄平冲向后方，拉着母女往安全门跑。让狄平没有想到的是，安全门被关上了，一边碎裂的玻璃墙居然也被人用凳子桌子堵上了。迪哥，门被堵上了，这群王八蛋！狄平没有想到王德林那群人竟然如此无奈，他好心救人，结果那些人把他给堵在了外面。就在此时，变异犬追了上来。狗东西，真当爷爷怕呀！狄平持剑冲向变异犬，和变异犬大战在一起。如今狄平的力量已经超过300斤，速度也得到了强化提升。变异犬在他眼中也不是那么重要。受死！一团灵魂能量自变异犬体内升起，没入狄平体内。发现灵魂能量系统未开启，无法存储，消耗能量强化宿主机体。就在此时，5只变异犬突然冲来，看到地上的尸体，5头变异犬大怒，冲向狄平。狄平大叫一声，朝5头变异犬冲了过去。得到灵魂力量加强，狄平的力量达到500斤以上。狄平的身体素质虽然得到加强，可双拳难敌4手，一时间陷入了苦战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变异犬欲要突袭，丢鬼！胖子冲上前和变异犬打成一团。救命啊！发现灵魂能量系统未开启，无法存储，消耗能量强化宿主机体。短短几分钟内，狄平连续斩杀10几头变异犬，灵魂能量修复伤口的同时，让他的身体素质进一步得到加强，越战越勇。而这时，又有3头变异犬跑来。兔子，受死！好了，胖子，你没事吧？谢谢迪哥，我没事儿。危机关头，胖子竟然来救我，这种人值得深交。狄平看着受伤的胖子，心里很是感动。不过有的人就不一样了，他眼神扫过安全门，杀机弥漫。他打扫战场，收获12颗晶核，心中很是欢喜。终于集齐了晶核，达到开启系统的条件。不过眼下暂时还是不能开启，系统太过神秘，不能暴露在外人面前。狄平收起晶核，决定找个合适的时机再开启系统。狄平重新输入密码，打开安全门。安全门里面被桌椅堵死，他清出道路，走入其中。李胜和老罗正躺在楼道角落。李胜、老罗，你们怎么了？快醒醒！李胜和老罗缓缓醒来。是王德林那些王八蛋打晕了我们，我要去找他们算账。原来王德林等人想要堵门，和李胜、老罗发生冲突，打晕了他们。老子去弄他！是狄老弟啊，你没事就太好了。狄平主剑看着王德林，没有伸手。狄老弟不要误会，我当时是力主不要堵门，只是这些人太害怕了，没人听我的。怎么敢关门？现在都不敢看我了。狄平目光扫向众人，无一人敢直视他的眼睛。刚才狄平斩杀变异犬时，他们从窗户都看到了，眼下心里对狄平充满了畏惧。你们这些王八，王迪哥好心救你们，你们却狼心狗肺，想置我们于死地。我这人很公平，刚才参与堵门的人全部离开这里。你想赶我们走，凭什么？就是你以为你算老几？众人吓得噤若寒蝉，大气不敢喘。你打晕李胜、老罗，我踢你一脚，我这人够大度吧？你应该感谢我没要你命。狄平眼中没有丝毫波动，他本想弄了王德林，可毕竟同为人类，他真下不去手。还有你们，现在马上给我滚，不要等我改变主意。众人飞速逃离。王德林低着头，眼中恨意涌动。迪哥，你不能放过他，他就是条毒蛇。不用，他翻不起什么风浪。狄平心中有过犹豫，和平时期他也是个平凡的普通人，今天没下杀手，也是留着做人的最后点底线。在这个末世，谁也无法独善其身。其实狄平本来没想把人都赶走，但是看到那些人没有半点愧疚悔改之意，他的心也冷了。这样的人不值得救。你们去看他们走了没？走了就把大门重新封下，然后来8楼找我。对了，尸体也处理一下，省得引来别的变异动物。你们辛苦一下，我确实有些累了。迪哥，你放心休息，这些小事就交给我们办吧。可以开启系统了。发现晶核，系统开启条件达成，是否开启系统？开启。系统开启中，1%、2%、100%。系统开启成功。系统开启成功，奖励传奇招募卷1份，请宿主尽快开启鹰手招募。这就完了？霞光闪现了，金光万道，这也太低调了吧！就在这时，狄平面前出现了一个虚拟界面。这操作界面和游戏里一模一样，就是不知道功能是不是也一样。城堡开启成功，宿主称号改变为城堡之主。这就是城堡吗？要是真的能住在这样的城堡里，该有多好啊！狄平发现立体图下方有一行字：选择合适的地方去建城堡。城堡是庇护之主的身份，象征权力的总数。狄平心情激动，没想到愿望竟然能实现。
他研究了一下城堡，发现只有这一行文字，其他的东西可能要具现化出来再行摸索。这庄园在游戏里是收集资源的地方，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功能。庄园开启，奖励初始资源各100，请尽快指定地方具现庄园或先与建筑绑定。迪平研究界面，发现最主要的酒馆功能无法开启。酒馆无法开启，也就是意味着无法招募英雄和转职升级。酒馆开启失败，开启条件：城堡庄园完成巨献，可开启酒馆。原来是要先巨献城堡和庄园。陈刚等人回来，迪平将他们迎进屋后，大家开始做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下，我叫迪平，大伙都互相介绍下自己姓名职业，以后要一个锅里吃饭，还是互相了解下更方便。我叫陈刚，外号胖子，职业是运家商超仓库主管，大家叫我胖子也可以。李胜，运家商超运输队长。罗全友，搞建筑装饰的，大家叫我老罗就好了。程超，退伍军人，之前开酒店，大家随意叫阿成、老程都可以。我叫玉书杰，职业是经理人，主要做商业策划。真是人美，名字也美。叫叶楠楠。对了，还有楠楠，那我们楠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我还小呢，哪有工作？叔叔真笨。卧室的悲伤气氛似乎在这一刻的笑声中淡下去了不少，大家的关系也似乎在这一刻近了很多。我想大伙都饿了吧？厨房里有食物，谁会做可以做些吃的。我的手艺很一般，只能算把菜做熟。我来吧，平常在家都有做饭给囡囡吃的，是不是囡囡？妈妈做饭可好吃了。众人入座，桌上摆满了可口的饭菜。玉书杰主动给迪平盛饭，他心里很清楚，他们孤儿寡母，想要在这末世生存下去，就必须依附一个强大的存在，而迪平无疑就是那个存在。迪平一愣，伸手接过，转身递给囡囡。囡囡饿坏了，先给囡囡吃。玉书杰悄然松了一口气，缓缓入座。玉小姐这手艺真是不错，完全可以开饭店了。就是。城市中，撤离部队聚集在一起，行走在街道上。一行人走到地湖边，一边出声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当收音机里说撤离大部队走到地湖边，地湖里突然冲出一只鳄鱼，把队伍冲散了。尾随的变异动物趁机冲上去，队伍基本全军覆没。一只鳄鱼就把几万人的队伍打散了。这几万人全是摆设吗？弟兄弟，你知道这只鳄鱼有多大吗？它足足有5米多高，20多米长，速度还快，一身鳞甲连子弹都打不穿。迪平没想到动物变异得这么快，他正为自己取得一点成绩而高兴。这个消息转头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哦不，我还有系统，我一定会越来越强大。我要把所有威胁我的存在全部踩在脚下。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一哥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也是。狄兄弟有什么打算？我准备留下来，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安全的基地。我要给万千人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这一刻，狄平身上似乎有霞光万丈，众人眼中都露出狂热。妈妈，叔叔好帅呀！玉书杰眉目异彩连连，众人都认可狄平，纷纷表示要跟着他同舟共济。接下来我来和大伙说一下我的打算。第一，我们要准备食物和水，没有充足的食物，我们很难生存。第二，我们要尽快清理小区里的变异动物，这样才能保证这里的安全。第三，搜寻小区里生存的人员，我们得尽量召集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，人多力量大，小区就这么大。我们要想安全，必须建高院墙，现在的围墙是挡不住变异动物进入的。这就是我目前的想法和计划。你们有什么补充的没？都可以说说。我没啥说的，迪哥让怎么干我就怎么干。光吃饭不动脑的吃货，确实也想不出来。你个死面瘫，你干脆说我饭桶好了，还文绉绉，有本事你说说。我也没有意见。迪哥，今天做饭我感觉煤气已经有些跟不上了，随时可能会停。我们是不是收集些煤气罐？小区外有3家饭店，里面肯定有。可以，明天清理楼道后就去看看。第二天，狄平嘱咐玉书杰和囡囡看家，便同陈刚等人出发清理小区房间，收集物资。很快，他们就发现一个房间不对劲。迪哥，这个房间里应该有物资，我之前看到一个女人囤积了很多。迪哥，没人，可是这门我们该怎么打开？这都是特制钢门，只能从外面拉开，不能撞开的。我来试试。狄平用力拉门，竟然把特制钢门硬生生拉了出来。胖子4人大惊失色。迪哥，你确定你不是超人？老子是人，别墨迹。进屋，
你们跟在我身后，小心些。狄平一行人进屋，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。狄哥，死人！狄平认出了死者，这个死去的女人生前每天都抱着一只白飞的小猫。小心些，可能有变异猫。安全起见，你们先退出去，给我把大门堵住，免得那畜生逃了。胖子等人退出房间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一道白影闪过，堵门，快！狄平刚让胖子等人关门，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变异猫化作一道白影，快若闪电，直袭狄平而来。好快的速度！变异猫冲上房门，胖子等人大惊，最后一秒将门关上。狄平这才看清是一只白色的猫，身形和农村土狗一般大小，一双眼睛血红一片。变异猫似乎知道狄平不好惹，直接窜进了卧室。但是狄平认为这变异猫太狡猾，留着终究是祸害，决定斩草除根。狄平小心翼翼走进卧室，四下寻找。变异猫擅长隐藏，一时间并没有发现踪迹。他关上房门，决定关门打猫。就在这时，变异猫自角落跃出，挥舞利爪挠向狄平面门。这变异猫的速度太快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狄平目光落在床上的红色长裙，就是现在。俗话说猫有9条命，面对变异猫，狄平不敢有一丝大意。片刻后，绿色光环自变异猫身上升起，没入他的体内。发现灵魂能量系统开启，有拐位现造无法存储，消耗能量强化宿主机体。狄平闭眼细细感应，不对，这次力量没有增加，但似乎身体的灵敏度增加了，反应好像也快了不少。难道说不同的灵魂能量强化的方向也不同吗？狄平感觉自己的猜测是对的，但是要等下次多杀几只变异动物才能确定。狄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进来吧。狄平从变异猫身上取出一枚金盒，陈刚等人看着，面露好奇。你们也别傻站着，快整理物资，都带回去。是。众人提着大包小包进入客厅。狄哥，那女人家里可是藏了不少食物，就是肉太少了。你这么胖了，还是少吃点呢。狄哥，煤气停了。这么快就停了？煤气一停，没法生火做饭，光靠吃面包火腿肯定是不行的。你上次不是说门口饭店应该有吗？我们去那里看看。狄平5人来到街道上，街道两旁是各类小店，其中饭店居多，有5、6家，其中有2间大些的饭店。5人来到一家火锅店门前，这家火锅店规模很大，楼上楼下足有3、400平，平时生意很好，应该准备了不少物资。撬门，好嘞！老罗手里拿着个超大剪刀，上前解开 U 型铁链。李胜上前取下铁链，推开大门。众人来到店内。搜走，能用的东西都集中过来，一会带走。我盯着外面，你们快些。好嘞，您瞧好吗？狄哥，里面有个冷库，不过门锁了。好，你盯着外面，我进去看看。狄哥，我们没找到冷库钥匙，只有暴力破墙了。冷库的大门非常坚硬，外力无法打开，但是墙壁是铁皮墙，里面是中空的，只填充了泡沫和海绵，所以破墙比破门要简单很多。就在这时，程超拿着一把消防斧走了过来。李哥，你看这个行不行？这个好，你们都让开。狄平挥舞消防斧劈向冷库外墙，外墙出现一个1尺多长的缺口，冷气呼呼吹了出来，冻得程刚打了个哆嗦。开了。狄哥，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冷气，说明里面的肉都没有坏，这次我们赚到了。虽然停电，但是冷库密封，冷气没有流失，也就说明冷库里面的肉没有变质，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。我进去看看。好。你进去之后打开大门，小心一点。李胜进入冷库，小心摸索了一会，打开了冷库大门。哇，好多肉！狄哥怎么办？这搬回去也没地方放啊。先搬一些，余下的把洞堵好，应该还能放几天，吃完再来取。煤气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胖子指向不远处的角落，那里放着5个煤气罐。好，先带一部分回去。狄哥，我搬一部分肉出去。程超扛起一头冻羊，走向外面。什么声音？狄平鼻子在空中嗅了嗅，皱起眉头。好像是变异动物身上的臭味。不好，只怕他们出事了。胖子，你们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出去看看。后厨内光线昏暗，狄平踏入房门，一团黑影朝其扑面袭来。狄平连退4、5步，脸色难看。刚才那一击，狄平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回弹之力，震得长剑不停颤动。
变异蟒蛇身长足有10米，头立于大厅，巨长蛇尾还隐藏在后厨，没有完全露出来。刚才那一剑竟然只能让变异蟒蛇受一点轻伤，要是碰上那只变异巨鳄，岂不是根本伤不到对方半根汗毛？变异蟒蛇张开血盆大口，狠狠咬向狄平。狄平一个急退，躲开的同时挥剑向蟒蛇头部。这巨蟒的反应竟然这么快！这时，一道黑影袭来。妈的 ，baby！ 狄平刚才只注意蛇头，不曾想蟒蛇不知何时抽回了蛇尾，用蛇尾将它抽飞。蟒蛇这一下足有1000斤之力，他只感觉胸口都要爆开一般，闷得只想吐。蟒蛇露出鄙视的神色。草泥马，一条蛇也敢鄙视我？来啊，再战呢！再来！胖子李胜从里面冲出来。狄哥，你怎么样？你们快走！狄平没有想到巨蛇竟然如此狡猾，故意装成头晕，实则伺机偷袭。狄平感觉自己的肋骨肯定断了几根。狄哥，我们不走，要走一起走。李胜拿着棒球棍挡在狄平身前。快走！狄平双臂用力，想要站起来，只是他高估了自己，伤得太重了。不，我们不走，早死早超生。胖子捡起地上的钢筋，和李胜站在一起，直面正慢悠悠游出来的巨蟒。狄平躺在地上，陈刚和李胜挡在狄平身旁，直面巨蟒。好兄弟！危急关头，陈刚和李胜的不离不弃，让狄平心里的感动之意狂涌。哼，来，想杀狄哥，先过我这关。草泥马！不少，我要你命！狄平两眼露出血泪。狄平本想等死算了，浑身痛得要命，可当看到2个兄弟因为保护而生死不知，顿时血气上涌，只想爬起来和巨蟒拼命。恭喜宿主经过自身努力，打破人类自身桎梏觉醒潜能，潜能等级 B。恭喜宿主开启潜能，获得天赋技能火焰强化 B 级。宿主资助开启潜能体系，赠送系统技能探查术。宿主已经提前开启了潜能，请尽快建设酒馆，开启职业体系，并完成转职。伴随系统提示声，狄平感觉体内涌出一股强大的能量，让他的状态瞬间回到巅峰，并且更胜从前。没想到在这最后时刻，自己竟然成功觉醒。这次的身体强化超过了以往总和，现在我的至少有3000斤的力量。巨蟒身上突然升起一种让他恐怖的气势，他自己不能再等，必须马上吃掉狄平这只小虫子。狄哥，程超和老罗护在李胜身前。胖子，李胜，你们没事，太好了！狄平抱住胖子李胜，流下眼泪。狄哥，是我们太没用，帮不了你。胡说什么？你们都是我兄弟，兄弟之间能分彼此吗？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。众人劫后余生，一脸唏嘘。狄平休整了一会，走到巨蟒身边，胖子跟在身后。狄平看向巨蟒，眼前出现透明电子屏幕。变异乌蟒，血脉等级低等，天赋技能5，强化等级1阶2级，技能闪电甩击。这就是系统的探查术，确实挺有用，以后就能查看一些变异兽的信息，不用2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了。狄平破开巨蟒核质，取出晶核，一团灵魂能量从巨蟒体内飞出，没入狄平体内。狄平身体冒绿光。发现灵魂能量无法存储，消耗能量强化宿主机体。觉醒潜能后，
这灵魂能量的作用就很小，一次只能增加几十斤的力量。不过有比没有强。迪哥，这巨蟒的尸体怎么处理？狄平抓起巨蟒，随手一甩，巨蟒被挂在了路边的树枝上，不停晃动。放在这里，震慑下变异动物也好。众人震惊。走，把物资搬回去。狄平等人回到房子，李胜躺在沙发上。李胜估计是受了内伤，我下午出去一趟，看能不能找到医生。谢谢迪哥。都是自家兄弟，不要说见外的话。胖子虽然也受了伤，因为一身肥肉的关系，只是皮外伤，但是李胜却是动弹不得。众人都是一惊，看向门口。狄平走到房间门口，看向门外。门外站着一个身穿宽松短袖、混搭束腰雪纺衫，露出一截白嫩细滑腰身，下身穿着一条束身弹力7分牛仔裤，双腿笔直的美女。求求你，请您一定帮帮我。狄平让叶露进了屋，可叶露一直哭，最后在玉书杰的安慰下才平静了下来。我的2个闺蜜被一伙坏蛋抓了，请您一定要帮帮我。叶露和2个闺蜜住在2号楼，她们被人骗到一个房间，闺蜜为了保护叶露，落入敌人手中。叶露在家时看到狄平杀死变异犬，所以才来求救。你怎么确定我会帮你？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。哥，这是被人发好人卡了。狄哥，你就帮帮他吧。狄平目光扫过玉书杰和胖子几人，很显然他们都想让他去救人。狄平不是冷血的人，他决定答应叶露的请求。让你带路，你敢不敢？我敢。好，走。狄平来到房间门口，侧耳细听屋内的动静。没想到末日降临才几天，就有人压抑不住内心的黑暗，开始做猪狗不如的事。房间里的人瞬间安静，瞪大眼睛看着狄平。王德林。此刻的狄平很后悔，因为自己的仁慈放走了王德林，可这伙人非但不知道悔改，反而做出猪狗不如的事情。是狄兄弟呀！王德林没有想到狄平会出现，吓得脸色惨白。你们都该死！王德林等人作恶多端，最终得到了应有报应。狄平在阳台上抽烟，叶露搀着宁南和柳冰玉走过来。谢谢你。你不怕我？狄平刚才处理王德林等人的画面就好似地狱，他本以为宁南等人会害怕他。我为什么要怕？这些人该死，他们是罪有应得，而你是英雄。英雄吗？对，英雄。叶露和柳冰玉也都点头。3人用崇拜的眼神看着狄平。狄平一时心神有些恍惚，感觉自己好像进了美人窝。3女各有特色，美艳动人，只不过他现在心乱如麻，没有心绪去欣赏3女的美。你们如果还有力气，就去帮帮他们吧。好。处理好2号楼的事情，狄平几人带着5个女人回到了狄平家，带他们去洗洗，弄些吃的给他们。狄平吩咐了玉书杰后，便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了房门。狄哥，他怎么了？玉书杰似乎看到狄平身上的萧索和落寞，他感觉心好痛，好像把狄平抱在怀里安慰他。回头说吧，先把他们安顿好。玉书杰做好了一桌子饭菜，众人安静地坐在饭桌旁。狄哥他怎么了？这么久了还不出来，都5、6个小时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一哥这一关只能由他自己度过，谁也没有办法去帮他。狄平需要一场蜕变，因为此时此刻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战场，成王败寇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只有狄平能够想明白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。狄平打开门走出房间。你们怎么都不吃饭？这香味我可是受不了，不吃我吃了哦。房间内沉闷的气氛在这一刻瞬间消散，阳光散满厅堂。3日后，狄平把小区剩下的人全部集中在了一起。原本超过1000人的小区，如今只剩下了50人，而狄平也终于完成了巨县城堡的条件。狄平身处一个占地2亩的别墅院内，就是这里了。这个别墅占地2亩，拿来巨县城堡的话，应该够用了。巨县城堡。城堡无法绑定现时现有建筑，请确认是否在此地具现。具现
城堡居然是要直接巨献才成，而且无法和现实建筑绑定。巨献开始1%、2%、99%、100%。狄平抬头望天，天空电闪雷动，万条雷蛇穿梭其中，整座城市的变异兽都在嘶吼，躲藏在角落的人类吓得瑟瑟发抖。完了完了，变异兽躁动了！该死的，那些变异兽到底想干什么？城堡大的超出狄平的想象，他一退再退，目测城堡占地面积。这城堡竟然如此伟岸雄阔，太令人震撼了。狄平走到城堡门口，城堡钢铁大门打开。管家。是的，主人，我是您的城堡管家，我的存在就是为您服务，负责主人您的起居和城堡管理。这个巴顿是怎么出现的？难道是系统创造的？你怎么会在城堡里？尊敬的主人，我是为您而存在的，一直在城堡里等待您的到来。你不知道你怎么来的这里吗？是的，主人，我的记忆里就是在城堡里等待主人的到来，赋予的使命就是为您服务，您的一切命令就是我的最高指令。好吧，带我参观下吧。是，我的主人。狄平在巴顿的带领下走入城堡，城堡拥有很多建筑。狄平一直到午夜12点才离开城堡。这里最适合建庄园仓库和工房，就把剩下的几个建筑都放在这里吧。狄平面前出现系统界面。是否绑定该建筑为庄园？是。绑定需要消耗金币5，宿主无金币请与系统兑换。这系统也太不靠谱了，我上哪儿换金币去？金币可以用金核兑换。兑换比例按金核能量等级自行兑换。原来这个系统还会与人互动啊！不早说，系统兑换10枚金核。兑换成功，获得12枚金币。绑定开始。一道光凭空出现，光芒扫过，别墅消失不见，变成了一个改变了模样的庄园。狄平震惊，一个东方人面孔的中年人带着10个农民模样的人走出庄园，向狄平恭敬行礼。尊敬的主人，欢迎您的到来。庄园主事德林，随时恭候主人的差遣。看来这应该又是系统赠送的人员，用来管理庄园的。德林，你好，请主人查看庄园。庄园占地有3-4亩，拥有3层空间。庄园里有木材加工车间、粮食车间、炼铁车间、水晶加工房、密营车间，还有资源传送阵。主人，请尽快打通资源地，让庄园运行起来。好的，这我知道。这个食物生产要怎么弄？如今他们的人已经越来越多，粮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。主人，粮食可以从外面运进来加工，或是主人分配工人开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。只要分配，他们会自己开垦土地。是的，主人，庄园里有着完善的开垦工具，只要主人划定范围，工人就会按要求开垦种植。那好，德林，你把10个工人全部分配开垦种植粮食，范围就在庄园门前这块土地，你们看着开垦。如今整个小区都在狄平的势力范围，种粮食自然是越多越好。遵命，我的主人。庄园是一切的基础，庄园管理好之后，就该建设酒馆了。狄平站在一栋600平的别墅前，打开了系统界面。他准备将这个栋别墅作为酒馆绑定的对象。是否指定该建筑与酒馆绑定？是。消耗金币5，巨献酒馆。一道极光在别墅上空出现，别墅发生变化，慢慢变成一座中式酒馆的模样。酒馆门前的旗子上写着一个酒字，迎风飘扬。一个东方中年魁梧男人从酒馆里跑出来，下了台阶，笑着迎接狄平。主人，酒馆管事武安迎接您的到来。吴管事，你好，带我参观一下酒馆吧。这座酒馆的功能很齐全，不仅有酒馆该有的功能，还能在里面接任务，就如同雇佣兵工会一样。酒馆1楼最里面有一个窗口，上面有个大屏幕，大屏幕不停地滚动任务信息。这简直就是小说里的佣兵工会，我是不是？他心中闪过一个不太成熟的计划，想了想，又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狄平继续参观酒馆。酒馆1楼是佣兵们喝酒聚会交流信息的地方，2楼是雅间。狄平没有在2楼停留，直接上到了3楼。3楼的入口处有一道密闭的黑色铁门，狄平和武安走到门前，一道绿色光芒从一个铁人身上射出来，身份确认，拥有权限。铁门轰然打开。武安，这守卫是做什么呢？这系统还真是神秘，竟然还能弄出战斗人偶。主人，酒馆的3楼是整个酒馆的核心功能区域，这里不仅能招募英雄为自己效力，还是最重要的传承之地。潜能开启后，都可以来到这里进行职业传承，进行技能学习。3楼的结构很简单，就是个大开间，房间中央有一座高约1尺的黑漆漆高台，高台上立着一个2米的3棱立柱体，立柱体上布满神秘符文。主人，只要符合要求的传承者把手放在立柱上，就会得到传承柱的指引，完成传承，学习技能。这从哪里可以招募英雄？狄平环视一圈，没有发现可以招募英雄的地方。难道招募也是从系统里选？狄平打开系统界面，操作界面顶上显示10个英雄位，里面都是空的，没有英雄。最下面有新人招募、升级酒馆、离开3个按钮。果然和游戏一样，诸天神佛保佑，观音大士显灵了。狄平点击新人招募，虚拟屏幕一闪，3个卡片样图显示出来。无语了，全是 D 级，一个 C 级都没有。狄平再次刷新，依旧全都是 D 级英雄。屏幕出现2条信息，狄平使用金币点击刷新，不一会出现3个新的英雄，一个 D 级英雄，一个 C 级英雄，一个 B 级英雄。狄平选择 B 级英雄，发现金币不够，狄平没办法，只能选择 C 级英雄。下一刻，光影里面出现一道人影，狄平和武安站在一旁，不及向狄平单膝跪地。主人，不及听从您的召唤，请起。多谢主人。种族野蛮人潜力 C 级等级，一阶一级技能，灰机乾坤一击，狂野之舞。这属性比我强多了，现在我就要试一下职业传承。狄平把手放在立柱上，立柱上的符文光芒闪烁。潜力等级 B 级，符合职业开启条件，请选择职业。选择战士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传承开始。1个小时后，战士传承完成，消耗金币5。我的力量竟然从原来的3000多斤提升到了4000斤，这就是战士传承带来的效果吗？随着力量的再次增强，狄平的脑海中也多出了不少信息，这些信息都是关于技能的。狄平演练技能斩击、嘲讽、冲撞。这些技能似乎已经演练了无数次，用起来得心应手。恭喜主人传承成功。嘿嘿，天亮了，该回去了。狄平进屋，发现所有人都坐在客厅，气氛凝重，每个人的眼圈泛黑，看上去充满了疲惫。你们怎么都坐在这儿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的哥呀，你去哪里了？快急死我们了！陈刚像是旋风一样冲过来，一把抱住狄平，狄平嫌弃挣脱，甩开胖子。狄哥，你好无情，人家可是担心你一夜。你个死胖子，别恶心人了。打闹过后，房间内压抑的气氛瞬间被冲淡。通过聊天，狄平这才知道，原来他昨夜一夜未归，胖子等人担心了他1个晚上。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个好东西。狄平带着众人进入城堡。主人，欢迎您归来。不急呢？狄平昨天走时让不急来找巴顿安排看守城堡防卫，所以当看到只有巴顿才这么问。不急一早就去巡视领地安全了。狄平点头。陈胜等人站在狄平身后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狄平。你们不用担心，他叫巴顿。狄平向众人解释城堡的来历。诸位好，我是巴顿，城堡的管家，欢迎各位光临主人的城堡。不管一群人如何惊奇，但是一到城堡里面都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城堡简直太美了，在这里生活太好了。狄哥，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吗？对，今天我们就开始向这里搬。众人立马跳起来，兴奋的大叫。
你们可以在2楼选个房间住。哥，我能住3楼吗？你说呢？谁要住3楼？刚才谁说的要住3楼？2楼好，房间正好住着舒心，谁敢说2楼不好，我和他急。众人一脸无语的看着胖子。这个城堡以后住进来的人是要达到一定功劳才有资格住进来，而3楼更是要求高。你们现在直接住2楼已经是破格了，你们也得努力了。要是被后来人赶上，会很没面子的。迪哥，要达到什么条件？你们是我一起的第一批人，所以我给你们福利，直接住进2楼。以后城堡要入住，一要成为管理层，2是要达到一定贡献值，之后我们会有贡献体系出来。还有一条就是要开启潜能。城堡虽然大，可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就显得很小，让所有人住进来自然不现实，所以分级就是必须的。潜能？什么潜能？所有人都一脸迷茫，他们从没听过这个东西。所谓潜能便是一种进化，也可以说是觉醒，而我更喜欢用觉醒一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天赋，这种天赋被隐藏，平时不会显露，可一旦觉醒，就使得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。迪哥，你是进化者吗？不错，我已经进化觉醒了天赋。啊，真的呀，怪不得迪哥这么厉害呢。众人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语气有羡慕，有害怕，有惊异，还有喜悦，各有心思。好了，不讨论这个问题了，你们不用着急，也许很快你们中间就会有人觉醒天赋，到时你们也会变得强大起来。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期待的表情。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将是强者为尊。狄平不是理想主义者，他并认为人人平等就是真的好，所以该有的规则都是必须存在的。狄平带着众人来到庄园，5、6个工人正在田地里劳作，庄园管事德林正在摆弄一个机械，不吉则站在不远处，小心翼翼观察周围。主人，欢迎您视察庄园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回主人，我们早上开垦出这片土地，现在正在种植特殊谷物。德林掏出小布袋，从里面取出几粒种子，递到狄平面前。主人，这是我们庄园里的特殊谷物种子，不受季节影响，7天发芽，7天抽新，7天开放，来7天成熟。种子和小麦有些像，看着很是普通，不过其厉害之处在于可以1月1成熟，如果能大面积种植，一定能解决温饱问题。产量多少？这种子多吗？主人，这一亩土产量在2000斤左右，种子问题不用担心，成熟后可以直接留种。哇，太好了！主人，现在问题是人手不足，要是人手足，我们可以开垦更多的田地。我这不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吗？狄平朝众人招手，陈刚等人快步走到狄平身边。这是德林，负责这个庄园的。德林向众人行礼，众人互相介绍。庄园可以从系统招募工人，也可以从现实招募。狄平决定让现实当中的人干活自力更生，毕竟他不可能一直白养着他们。迪哥，你这个想法很好，这样一来，大家都有事做，都能帮助到你了。众人纷纷点头。好，现在回去搬家。经过1个上午的时间，所有人搬到了城堡。50多人，有20多成年男人，被狄平组成了护卫队，剩下的女人和孩子安排进了庄园，交给德林负责。与此同时，商场外，救命！救命！别看我，别看。一哥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电台里有人求救。靠，死胖子，这就是你说的大事？一哥，真是大事。好吧，你说说看，有人求救算什么大事？这个末世求救的人多了，我管得过来吗？陈刚把地下商场电台小基地遭遇变异犬攻击的事情说了。小基地的人本以为变异犬会离开，可没想到变异犬竟然守在了出口。如今食物短缺，没办法出去寻找食物，所有人都会被活活饿死。狄平闻言陷入了沉默。这里距离你说的地下商场超过10公里，沿途有多么凶险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我们救不了人，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是那个基地里足有上千人啊，我们要是不救的话……玉书杰等人都知道了电台求救的事情，都是为此事而来。事情你们都知道了，说说看法吧。我不赞成去救，太危险了，让迪哥去，要是出事怎么办？那迪哥那些人怎么办？可是上千人啊！死胖子，你想害死迪哥吗？谁有本事谁去，凭什么非得要迪哥去冒险？
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没有叫迪哥去救人？你知道那里离这里有多远，路上有多危险？还有，那里聚集着几十只变异犬，迪哥一个人要怎么对付？你不是想害死迪哥，还是想什么？有本事你去救！狄平看着玉书杰，目光温柔，心里感动。你们不要激动，先坐下。玉姐，我知道胖子没有那个心思，他就是爱着急，你也别怪他。玉书杰也是一时情急，反应过来，脸顿时羞红了。迪哥，我也不赞成去救人，我们这边才几十号人，战斗力弱到没边，无论是粮食供应，还是安全保障，或者人员运输，我们全都不具备，怎么救人？我也不赞成。我们也不赞成。从心而言，狄平不是什么无私的大圣人，他心里也不愿意去救人，毕竟谁知道像地狐那样的变异鳄鱼又有多少呢？系统任务发布，任务救援成功完成任务，奖励金币500枚，武器无金战刀1把，任务失败扣除金币100枚。宿主是否接续？我正想说不去呢，系统就发布了任务。不过这个任务的奖励确实够丰富，我正愁手里的汉剑不够用呢。系统简直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！虽然有危险，但是收益更大，这可是100%的利润。狄平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去拼一把。好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人必须救。众人面露震惊。迪哥，你再考虑一下吧，救人实在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乱来，能救我就救，救不了我也没有办法。李哥，我陪你去。还有我。行啊，又不是去吃席，还一起去。你们现在的实力不是我打击你们，确实帮不上我什么忙。众人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迪哥，那你一定要小心，我们等你回来。狄平不会盲目去救人，他准备先刷怪，看能不能多打到些金盒，回来招募个英雄带着上路，这样也会更安全。马路上的树木变得更加高大，野草更丰茂，变异大蛇的尸体还挂在树枝上。狄平发现50米外有3只黑色变异猪正在拱树根。变异黑猪身高接近1.5米，体长达4米，尖嘴里的獠牙长达30公分。这群变异黑猪的力量估计不在我之下，还是小心为上。狄平脚下枯枝被踩断，3头变异黑猪转头看向狄平。卧槽！变异黑猪蒙着眼睛杀向狄平，声势浩大。好机会，野蛮冲撞。野猪滑落到地上，嘴鼻流血，身体不停抽搐，发出微弱的哼哼声。没想到这个技能这么强悍。剩下2头黑猪同时杀向狄平，狄平高高跃起，黑猪急刹车，地上划出4道痕迹。黑猪转身向回冲，斩击！狄平手持悍剑，一剑将1头黑猪砍退，黑猪受伤。另1头黑猪趁机冲向狄平，狄平化作残影，飞速倒退。好机会，火焰强化。发现灵魂能量，收获灵魂能量10点。一团深绿色如乒乓球大小的灵魂能量从野猪身上升起，没入狄平体内。狄平杀死3头野猪，获得3块金盒。发现灵魂能量，收获灵魂能量10点。发现灵魂能量，收获灵魂能量10点。狄平休息了一会，再次上路。外面的世界一片静寂，一个人出去太难受了，还是早点招募英雄吧。系统把金盒全部兑换成金币，3枚金盒兑换完成，获得4枚金币。4枚金币刚好可以招募1名地级英雄。狄平点开酒馆招募界面，界面上出现3个地级英雄，一个射手，一个野蛮人，一个美女法师。射手和野蛮人直接排除，就选女法师吧。系统界面红光涌动，把女法师整个人包裹住，女法师化作一道光芒消失。招募塔灯光亮起，立柱上密密麻麻的神秘符文一个个闪亮。请随我前去见主人。主人，吉娜听从您的差遣。哈哈，快请起，欢迎来到这里。这个吉娜也太漂亮了啊！不对，
我这身体好像出了问题，怎么一看到女人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？谢主人。低平脸色一红，眼神迷茫，手掌不自主加大了力量。主人，痛！低平双眼通红，呼吸加速，死死盯着眼前的吉娜。主人，您……低平依旧死死盯着吉娜，末了，他突然浑身一震，连忙分开吉娜。吉娜，刚才失礼了。巴顿，给吉娜倒茶。刚才自己是怎么了？吉娜惶恐，主人不用向吉娜道歉的，是吉娜冲撞了主人，只要主人所想，吉娜无不听从的。在吉娜的世界，主人对仆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，一旦不满意，随时可以处死，连反抗都是罪过。低平心跳加速，轻咳一声，掩饰尴尬。吉娜，喝茶吧。谢谢主人。主人宽宏仁厚，看来我没有跟错主人。吉娜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主人，我是来自萨德星凯林城的，受到主人征召，成为主人的跟随者。萨德星在哪里？果然地球不是唯一的星球，这不就出现了一个萨德星吗？就是不知道萨德星在哪里。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是怎么来的？你知道吗？我受主人征召，同意契约后就晕过去了，醒来就来到主人这里了，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。低平脸上露出失望之色，还以为这次能够知道一些隐秘，看来落空了。哥哥，不过什么？我在昏迷中似乎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比如主人这里的语言，还有一些技能，这些技能我在学院时还没有学到呢。看来这些英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物，只不过并不属于地球。不过我也没必要纠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，只要他们能帮助自己就行了。吉娜，跟我说说萨德星吧。萨德星和地球差不多，不过在萨德星，科技只是辅助手段。萨德星的人以开发潜能为主，魔法和武技才是主流，魔法师和武士的地位是最高的。巴顿，你带着吉娜去3楼入住，以后3楼的房间只安排职业者和高级管理层入住。是。迪平透过窗户看向庄园，庄园里升起袅袅炊烟，田地里干活的人三三两两扛着工具走向庄园。庄园前后有2亩大小的草地被开垦成了田地。也不知道爸妈现在怎么样了。父母相隔千里之外，迪平心里迫切的想要回去救父母，可他心里清楚，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他穿越千里。爸妈，可一定要等我，一定要等我，我很快就会回去的。迪哥，吃饭了。迪平等人坐在餐厅吃饭，其乐融融。沿着马路主干道的话应该更好走，就确定这条路线好了。对了，我不是还有能量点没用吗？不知道该怎么用，试一下。迪平打开系统界面，点开酒馆。酒馆上面显示灵魂能量30。酒馆框内显示2个英雄，一个是野蛮人布吉，另一个是法师吉娜。迪平点开英雄头像，系统打开英雄信息栏。信息栏下方有2个选项：解雇、升级。布吉升级下一级显示需要灵魂能量15点，吉娜升级下一级需要灵魂能量10点。布吉是 C 级英雄，而吉娜是 B 级英雄，所以布吉升级所需的灵魂能量更多。我的潜能是 B 级，不知道需要多少能量呢？迪平研究界面，发现自己的头像。城堡宿主低平，职业战士，等级1阶1级，拥有建筑、城堡、庄园、酒馆，招募英雄。第2个，下一级所需灵魂能量20点，是否升级？看来我猜的是对的。潜能的等级对应的升级能量不同，潜能等级越高，所需能量就越高。那要是 SS 级得需要多少灵魂能量啊？我明天就要出发了，力量自然是越强越好。迪平点击升级，迪平全身发红，发出惨叫，浑身冒出豆大汗珠。随后，迪平身上涌现出绿色光芒，肤色恢复正常。升级成功了，全身属性都得到了加强。信息栏上，迪平的等级变成1阶2级。迪哥，小心！迪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了好了，又不去很远的地方，说不定1天就回来了，都别担心。迪平浑身一震，脸色难看。这声音极其刺耳，
震得狄平头晕脑胀，耳朵更是嗡嗡作响。主人，别动！又一声如金属滑动而发出的尖啸，悠长而锐利，像是在狄平脑海中爆起，震得狄平头晕目眩，胸口发闷，鲜血沸腾。是英明。庞大阴影从狄平和吉娜的头顶划过，狄平和吉娜抬头望向天空。前有变异巨鳄，现在又来一个变异巨鹰，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害怕，我有系统，我一定会变得比巨鹰和巨鳄更加强大，我一定能站到这个世界的巅峰之上。巨鹰飞走后，两人再次赶路，沿途竟然没有遇到一只变异兽。难道是变异巨鹰的气息吓跑了别的变异兽？应该没错。哈哈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快躲起来！狄平拉着吉娜躲到宽大树叶下，一群变异鸽子朝狄平所在的位置飞来。麻蛋！主人小心！一道白影从草丛闪出，直奔狄平面门。狄平起身，发现攻击自己的白影是一只身长近1米的白猫。探查术。变异猫血脉等级5，天赋技能5，强化等级0，技能5。一只连潜能都没有开启的普通变异猫也敢偷袭我，找死！白猫尖叫一声，冲向狄平，不知死活。一团火光爆起，火球击中白猫，白猫变成一团火焰球。低级法师竟然这么强！狄平看向吉娜，朝其竖起大拇指。吉娜，你很棒，谢主人。发现灵魂能量，收获能量点6个。坏，吉娜快躲起来！刚才只注意斩杀白猫，此时两人已经暴露在变异鸽的视线。变异鸽如一发发炮弹，朝狄平和吉娜冲下来。吉娜，你怎么不躲？糟了，来不及了！狄平手持长剑挡在吉娜身前，死死盯着空中的变异鸽。下一秒，10几团小火从狄平身后呼啸而出，砸向变异鸽。法师竟然这么强，早知道我就选法师了。狄平转身看向吉娜，吉娜露出害羞的表情。我的妈呀，这还是举手就毁灭几10只变异鸽子的女法师吗？这明明是一个妖媚小女人啊！不知道我能不能重新选择职业？职业一旦传承，无法再次改换，请宿主不要朝三暮四。战士职业是最强的职业之一。你能听到我说话？狄平以为系统只是一个机械系统，没想到还有智慧。只可惜，当他再次呼叫系统时，系统却又沉默了起来。吉娜疑惑地看着狄平：“主人，你怎么了？”“哦，我没事儿。吉娜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”系统，帮我看看变异鸽子的晶核能值多少金币？金核34枚，兑换金币，获得金币16枚。竟然有16枚，14枚又够招募一个 C 级英雄了，那岂不是我的实力又可以增强了？狄平想要变强的心思很迫切。这个末世，野生动物都在山区，城里的变异兽不多，但是鸟类却不受影响。他们遇到的巨鹰就是其中之一。狄平打开系统界面，点击酒馆，灵魂能量的数值是72点，够我升级3次了。当务之急，升级才是最重要的。狄平连续点击升级按钮3次。狄平身上金光闪动，系统界面上狄平的等级变成一阶4级。这一次升级，痛苦虽然比第一次减少很多，可还是痛得狄平满头大汗。狄平表情狰狞了一会，慢慢恢复平静。主人，您还好吗？第一次气归丹田是会很痛的。狄平一把抓住吉娜的手臂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主人，您抓疼我了。不好意思。吉娜一边抚摸被狄平抓疼的地方，一边解释：“我在学院里看过战士职业的师兄们气归丹海，当时在场的老师讲过，战士是1阶强化身体的，到了1阶4级就开始强化气海，为2阶元气境做准备。”原来如此，升级之后力量再次增强，我的力量正式突破5000斤了。狄平挥舞了几下拳头，然后看向吉娜：“我没事了，你休息会吧，等会儿我们继续出发。”好的，主人。
吉娜盘膝而坐，闭眼调息。狄平打开酒馆面板，刷新英雄，连续2次都是地级英雄。吉娜走了。狄平和吉娜再次出发，两人进入了主城区。主城区的街道两边布满野草，路上杂乱停放着事故车辆。街道两边的店铺有关门的，也有开门的，还有的玻璃碎了一地。吉娜，小心些。吉娜点了点头。两人经过一个超市门口，从超市里面传出玻璃碎裂声。狄平和吉娜闪身躲到大树后，朝超市里面望去。月烈和刘汉在超市里搜刮食物，刘汉不小心触碰到玻璃壶，玻璃壶落到地上，摔成粉碎。两人吓了一大跳，蜷缩在货架角落，一动不敢动。月烈和刘汉本是基地里的人，出来搜寻食物，被变异犬盯上，好不容易逃脱，在酒店躲了2天，看到超市食物充足，便进到了超市。老烈，好像没动静。哼，你这货能不能小心一点？幸亏让你吓出来了。嘿嘿，意外，意外，全是意外。你小子真是没救了，外面还不知道啥情况，你就不能等一等？这2个家伙心还真大，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。狄平如今的听力远超常人，把月烈和刘汉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月烈和刘汉正在吃面包，一把剑突然伸到2人面前。月烈和刘汉吓一大跳，举起双手：“大哥，我们就吃点面包，别给钱。”啊，这位大哥，我们只是找点吃的，不是坏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啊，这位大哥，我叫月烈，他叫刘汉，我们都是大学的学生，末世来了，躲在这附近，太饿了，出来找点吃的。就你们2个？本来有10人的，现在就剩下我们2个了。街道上，月烈和刘汉跟着搜寻队背着食物赶往宝和地下基地。地下基地的上方有一个牌子，写着宝和地下商场。刘汉，快点，马上就到基地了。一行人走到地下商场入口，一群变异犬从草丛里冲出来，扑向搜寻队，众人四散逃命。月烈和刘汉疯狂逃命，身后的同伴被变异犬扑倒。两人走进附近一家酒店，葛中平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，沙发后一字排开数名持枪保镖。沙发右前方，一名手持手枪的保镖正拿枪顶着一个男人的脑袋。月烈、刘汉等人蹲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谁要是敢违抗我的命令，这就是下场。葛中平原本是治安队的高官，可现在他却仗着手中的权力，对我们进行极度的压榨摧残，完全没有把我们当人看。前有王德发几人丧尽天良，现在又有葛中平这些畜生，哼！这些人统统都该被判死刑。狄平身上杀意弥漫，月烈和刘汉就好像置身冰窖，瑟瑟发抖。主人，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有几只变异犬在街上游荡，朝这边来了。变异犬？他们前天被变异犬追得吓破了胆，现在听到变异犬的名字就吓得脸色惨白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哎，别去！狄平和吉娜同时走向超市门口。怎么办？拼了！早死早超生，我们不能连女人都不如。好，老子也是跑够了，拼啊！前面的街道上，几条变异犬正在四处嗅着什么。吉娜上前一步，被狄平伸手拦下。狄平走到街道中心。他疯了吗？有可能。完了！闭嘴5头变异犬冲向狄平，火焰强化，长剑表面生出火焰。我靠，那是什么？斩击！月烈、刘汉对视一眼，大惊失色。我靠！我们还是在地球上吗？妈妈，我们想回家。吉娜双手抵着下巴。哇，主人好帅，比学院那些高年级的师兄都要强。狄平上前取出变异犬身上的金盒。月烈和刘汉好奇地看着。老烈，你说他们找什么东西呢？我上哪知道？走，去看看。要不你去吧，我有些腿软。这2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就好像是玄幻小说里的人物一样，太厉害了。如果能说服他们去救我女朋友，一定可以。月烈眼神炙热，跑向狄平。
你要干什么？这家伙的眼神太恐怖了，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不行，要离他们远一点。您误会了。月烈跪在狄平身前，英雄，我们请您救救聚集在基地的人吧，救救我女朋友，求求您了。刘汉也跟着跪下。英雄，我们求求您救救他的女朋友吧，您这么厉害，一定可以的。你们起来，我答应了。你谢谢，别谢了，前头带路。好的。宝和地下商场内部领导组织分为3派，其一是以葛中平为首，其二以韩中国为首，其三则是中立派。现在便衣犬围住了基地，而救援无门，那我们必须自救，才等下是死路一条。我想着这一点，大家都不会有疑问吧？基地现在人口上千，我们就是跑也跑不了。如果带着这么多人突围，我们的兵力根本防卫不过来。在宽阔的街道，我们根本不是变异犬的对手，只能被个个击破。众人目光闪烁，都知道韩中国说的是实情，只是苦于没有办法，只能躲在这里等。现在食物也没有了，再等下去，不被变异犬杀死，也会饿死。所以我们只能杀了变异犬。不是吧？杀变异犬？谁来杀？开国际玩笑！对啊，韩副市首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拿啥杀？要是能杀，我们还能被赶到这里像老鼠样躲在地下等死？出啥主意？我看是瞎闹。以葛中平为首的几人闻言出声讥讽，指责韩中国异想天开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听韩先生说完。洛海不情愿坐下。韩大人，你说说看，要怎么杀变异犬？我们可以从商场入口开个通道，只能有1只变异犬通过。而我们则在通道设伏，层层狙击，把变异犬消灭在通道里。你想过没有？变异犬力量极大，通道如何保证能困住变异犬？要是出现意外怎么办？这个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有2个建筑结构方面的专家，经过多次论证，用超市货架加螺丝结构，完全是可以顶住变异犬攻击。而我们又可以从缝隙里对变异犬攻击。葛中平本来打算组织基地里的人撤退，利用人多顶住变异犬，而他们这些人则在治安队的保护下安全撤出去。可看现在的情况，大部分都赞成韩中国的想法。葛副市首看这个计划如何，能不能实行？葛中平看了眼众人，举手表决吧。同意韩大人计划的请举手。15人中有10人举手。葛中平不情愿举手，陆海4人举手。好，全票通过。治安员躲在框架上，架好枪；群演躲在框架之后，严阵以待。一只变异犬出现在入口，躲在框架后的人群吓得惊慌失措，不由自主连连后退，面色惨白。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我们怎么拼得过呀？我们跑吧，躲起来！我就说不要弄这个东西，根本没用的。对。就是他们一帮人不管我们死活，非要杀变异狗，肯定受不住，我们完了。兄弟姐妹们，放下心中的恐惧，安下心来。你们听我说，实话和你们说，我们已经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喝的了。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杀了这群畜生，我们才能出去找吃的喝的。而且现在门已经打开了，我们只有拼了。这地下空间就这么大。如果我们不拼，就只能等死。你们想被这狗东西咬死吗？对，我们没有吃的，我们还能躲哪里去？拼了！不错，拼了！杀1只够本，杀2只赚1个。第1只变异犬冲进通道，狠狠地撞在框架上，发出巨响。众人表情兴奋。很快，第2只变异犬冲进来，没有撞击框架，而是朝通道跑过来。变异犬很快就冲到了通道的中间。开关通道。杀！10几个人拿着自制的长枪打变异犬。变异犬的死亡激起了人们内心的勇气，众人突然觉得变异犬也不是无法战胜的。入口的堆积物被撞开，门洞大开，5头变异犬冲进通道，众人持长枪攻击，5头变异犬死亡，
门外再次冲进来10头变异犬，开枪！变异犬太过恐怖，放假遭受撞击太大，难免被惊震。韩中国没有办法，只得命令治安人开枪。张林弹雨中，10头变异犬死亡。众人长松一口气。狄平4人走在街道上，不好，是基地那边传来的枪声，快走！10几头变异犬冲入基地。怪物！众人看清楚藏獒的样子，顿时吓得遍体生寒。变异藏獒慢慢逼近，开枪！治安员射击，子弹打入变异藏獒身，没有半点作用。的子弹没用。变异藏獒太恐怖了，众人已经退无可退，所有人脸色惨白，只能等待死亡到来。变异藏獒和10几头变异犬和人群对峙，虎视眈眈。众人和变异犬看向入口。哎，大狗，来，给你骨头吃。狄平堪堪赶到，眼看众人危在旦夕，狄平使用嘲讽技能，把变异藏獒的注意力吸引过来。10几头变异犬同时冲向狄平。吉娜，引燃术，10几道如拳头大小的火球射向变异犬群，瞬间10几头变异犬被火光吞没。探查术，变异藏獒血脉等级D，天赋技能狂暴，强化等级1阶2级，技能虽雅。看到这串信息，狄平很是心惊。这是他真正的第一次面对有血脉等级的变异动物。变异犬死亡，地面上出现10几个黑炭，10几团绿色灵魂能量从变异犬身上升起，没入狄平体内。宿主获得152点能量，目前灵魂能量总数164点。狄平手持长剑走向变异藏獒，基地内的众人如同看傻瓜一样看着狄平。他们都以为狄平是不是疯了，竟然敢提着一把剑去挑战变异藏獒。斩击！狄平手持长剑划过一道寒光，斩向变异藏獒头顶，随后两者倒飞而出，握剑的手不停颤抖。狄平心中无奈，这把剑已经彻底跟不上他的步伐了。呵呵，痛快，再来！狄平内心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涌出一股强烈战意。变异藏獒发出怒吼声，扑向狄平。狄平没想到藏獒的爪子如此锋利，不敢再大意，打起了12分精神。变异藏獒仰天狂吼，毛发炸开，身体周围出现气旋，吹起漫天尘土。完棒！变异藏獒施展狂暴技能，战力飙升。火焰强化，长剑上出现火焰。韩中国等人瞪大了眼睛，满脸震惊。变异藏獒扑向狄平，斩击！我让你咬，我让你咬！狄平双眼发红，双手挥拳，狠狠锤击藏獒。吉娜走到狄平身边，伸出手按在狄平肩头。主人，他死了。狄平停下动作。啊，又走火入魔了。要不是吉娜及时安抚我，只怕今天肯定会出事。谢谢你，吉娜。主人，请不要这么说，这都是吉娜该做的。狄平闷哼一声，面露痛苦。吉娜把手按在狄平胸口，白光没入狄平体内。狄平表情慢慢舒展。吉娜露出喜色，她的魔法有回复魔力和生命力的效果，还能净化负面状态，看来起作用了。好了，吉娜，我没事了，你先去休息。迪哥，月烈和刘汉刚才躲在基地外不敢进来，如今见到没有危险才跑进来。那不是月烈和刘汉吗？对呀，就是他们两个，他们没死在外面。是呀，不是说他们那一队人都死了吗？月烈和刘汉能和智人对话，看来智人不是敌对一方。我要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，那就发达了。哈哈，
这位小英雄真是十分感谢。我是地下基地负责人葛中平，我代表我们基地所有人感谢您的援救。你好，葛先生，早就听闻大名了。这葛中平不是好人，但是现在不是找葛中平麻烦的时候，狄平也没有发作。韩中国走过来，狄先生您好，我是韩中国，感谢您来救援，辛苦了。狄平一愣，岳烈凑到狄平耳边，狄哥，这是韩先生。你好，韩先生，我想人类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吗？韩中国是地下基地里比较有正义感的人，狄平对这种人还是很喜欢的。我们人类就应该互相帮助，还是狄先生心胸宽大。葛中平站在旁边，脸色阴冷，看向岳烈和刘汉。莫非是这两个家伙向狄平说了自己干的那些事情，所以狄平才对自己不热情？这两个家伙真是该死啊！小狄，我给您介绍下。韩中国向狄平一一介绍基地众人，众人逐渐熟悉。不过葛中平的脸色却越发的难看。现在危机解除了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小狄，现在变异犬问题是解决了，可基地最大的问题还在呢。什么问题？食物。对啊，小狄啊，我们基地早就断粮了，现在已经没有食物了，很多人还饿着肚子呢。现在天晚了，出去找食物怕来不及了吧？附近食物可能被搜刮干净了，要找就得去远些地方了。问题是，现在基地的人出去找食物，一旦走远，就无法保证安全，这样做就等于送死。食物。这些变异犬不知道有没有毒，要找个人来试毒吗？对了，我不是有探查术吗？狄平走到变异犬身前，使用探查术。变异犬状态已死亡，肉可食用，含微弱能量，长期使用可改善体质。果然可以食用，而且没有毒性。狄平有对变异藏獒使用探查术。变异藏獒已死亡，血脉等级低，天赋技能狂暴，强化等级1阶2级，技能撕咬。状态肉质可食用，肉质多含能量，长期食用可改善体质。哎呀，早知道这些变异动物可以吃，还可以改善体质，把那些杀死的动物尸体存起来多好。小狄，有什么主意了吗？解决的办法就是这些变异犬。众人一惊，这变异犬还能吃？不错，我查过，这肉不但能吃，常吃还能增强体质，力量反应都会增加。变异犬一只重达200多斤，这里有30多只。此外，那头变异藏獒更是重达上千斤，这些肉加起来够基地的人吃了。快，陆海，组织人去把狗肉收集起来，到时统一分配。这个葛中平还真是贼心不死。岳烈、刘汉，你们和陆局长一起去。狄老弟啊，你们一路辛苦，又战斗半天了，应该很累。这些小事交给陆海他们就可以了。狄平看了葛中平一眼，葛中平吓得打哆嗦，低下头。这一眼，葛中平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头变异巨兽盯上，有种濒死之感。岳烈、刘汉、陆海三人离开。狄平和吉娜走在通道内，店面里面住满了人，里面的人一个个面色惨白，身体虚弱。狄平心情沉重，葛中平和旁人有说有笑，韩中国和鲁国亮脸色凝重。看来岳烈和刘汉说的不错，这些基地的地主官都是自私自利之人。不过韩中国和鲁国亮倒是不错。狄平一边走一边观察这里每个人的表情，心里很快有了判断。众人进屋后，狄平坐在主位沙发上，葛中平的脸色瞬间难看。在这之前，他才是基地的主要负责人，可现在狄平似乎要鸠占鹊巢。狄老弟，这个位置可不好坐啊！想要掌控基地控制权，自己必须强势。这个老家伙只怕是坐不住了。救援任务完成，获得金币500枚，获得乌金战刀1柄，获得系统装备，开启背包功能。背包开启，获得背包50个。乌金战刀已经存放背包，占1个空间。太好了，奖励到手，而且系统还开启了背包功能，这可是个神奇物件，有了它自己再也不用背个包到处晃了。葛总长，变异兽肉都弄好了，下面怎么办？狄老弟，您看呢？有多少肉？
啊，迪哥，总共有7000多斤肉。7000斤肉不少呀，够吃2天了。好久没吃肉啊，要是用个大锅一炖，加点萝卜炖的烂了，哎呀，不能说了，想着就流口水。呵呵呵呵，好，今天我们呢就大锅炖肉。人说狗肉滚3滚，神仙也站不稳。今天我们尝尝这变异狗肉是不是更香？陆海、月烈、刘汉3人离开，进来3个美女给大家送来茶水。这3个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，这些官老爷还真会享受。等找到机会，一定要狠狠收拾他们一顿。韩总，你们遇到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会到这里？能详细给我们说说吗？当然，这次撤退的人数足有几万人，可护送的军队人数却只有300多人。撤退大部队走到了地湖边的时候开始休息，有人发现地湖中间水花沸腾，下一刻，一只巨大的黑鹰从湖里冒出，巨鳄上岸之后大肆屠杀，周围也跑来其他变异动物，对人群展开攻击。有几千人跟着军队撤离了，我们没跟上，只得窝在这个地下商场里躲着了。众人神情悲伤。陆海满头大汗走进来，狄先生，肉都炖好了，您要去看看吗？陆海这次学乖了，没有看葛中平，而是直接请示狄平。太好了，我早就闻到香味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狄平等人出门，落到最后的葛中平看着狄平的背影，嘴角露出阴狠的笑。舞台上站着10几个拿枪的队员在维持秩序，现场秩序很乱。如果不是有持枪队员维持，这些饥饿的人肯定会一窝蜂冲上去抢肉。再加派人手，让所有人都排好队。小狄，我上去组织下，这样不行，挤下去会出问题。好，你安排组织下，所有队员除了守门的都过来，还有之前参加战斗的临时人员全过来维持秩序，向他们保证肉食足够供应，让他们晚吃一会儿。好，这是个好办法，我马上去干。有了韩中国的安排，半个小时后，混乱的人群排好了8个长队，30多个队员负责分发食物，一切变得井井有条起来。小狄，请上台发表讲话。这个时候确实有必要说些什么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受苦了。话音落下，台下不少人都哭了起来。这些人确实受苦了，担惊受怕，生命没有保证，还没有吃的，不少人已经饿得两眼昏花，怎么不哭？这个世界变了，不再是人类独霸天下的时候了。变异兽横行，我们生存不易，我想所有人都有最真切的感受。我相信大伙已经看到变异兽的强大，但你们不要失去信心，我们人类也同样被赋予神秘的力量，我们也会强大起来，比变异兽还要强大。今天有不少人看到过，我们能杀死这些变异兽，吃他们的肉，啃他们的骨，就像过去一样，这些变异兽一样会成为我们桌上的食物。话落，狄平身形一动，一脚闪电般抬起，踢向身侧。群众震惊。你们中有人也将会拥有这般强大的力量，想不想要？想。只要你们跟着我，你们就一定能变强，就一定有肉吃。告诉我，你们想不想吃肉？想。所有人爆发出热烈而整齐的回应，眼神热切中带着疯狂。好，请相信我，我们只要团结起来，就一定能战胜困难，杀死变异兽。我保证今天这顿肉是第一次，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。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信。好，我们吃肉。台下的葛中平看到这里，脸上一片死灰。他知道完了，再想夺权基本没有希望。狄平现在是人心所向，除非葛中平的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狄平指挥分发狗肉，众人一边吃一边流泪。这变异狗肉确实大补，不仅能消除疲惫，还能疗伤。普通人长期吃，说不定还能激发体内潜能。狄先生，还剩些汤怎么处理？体弱生病的，还有老人孩子，再给他们弄点汤喝。这个肉对病痛体弱有好处，让他们多喝些，说不定休息1晚后，身体能有所好转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狄先生真是菩萨心肠。韩中国和鲁国亮在边上听到，也是露出满意欣慰的笑容。他们对狄平是越来越看不懂，但是也越来越满意。狄哥，哦，忙完了，都吃到肉了吧？狄哥，吃到了，吃的还很饱。狄哥，这是我的女朋友杨兰。
迪哥，月烈，你小子眼光不错，女朋友很漂亮，怪不得你小子拼命求我来救她呢。要是我也得跑快些。谢谢迪哥，迪哥这是在给我长脸啊。叶老弟忙了一天，也该去休息了。是该休息一下了。可惜是仓库，要是市场和工坊就好了。市场里面可以买东西，工坊则是基地的发展中心，武器、药剂、符文都需要工坊才能打造。迪平点开酒馆，酒馆矿里是2个英雄，矿上的灵魂能量显示194点。今天和变异藏獒的战斗，自己的实力还是差了些。虽说不能升级太快，但是还是有必要再升一级。迪平点开自己的头像，耶，升级所需的灵魂能量涨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升级所需灵魂能量之前是20点，现在则需要30点了。难道现实和游戏还是有区别？迪平压下疑惑，点击升级。这次升级力量又增加了不少，一次竟然增加了400斤，而且身体强度也得到了增加。就这个样子，刀砍在身上应该也没问题。我再试一下背包功能，晶核。迪平手掌摊开，手心出现晶核。这里有40枚晶核，系统最大的这枚留下，其他的全部换成金币。兑换金核39枚，获得金币48枚，剩余金币548枚。我现在有这么多金币，应该可以用那张传奇英雄招募卷了吧？迪平打开酒馆招募界面，点击刷新，选择使用传奇招募卷。哇，这传说！我靠！主人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继续休息。哼。此时的招募界面有一个 S 级英雄，还有一个 B 级英雄，剩下一个则是 D 级英雄。这是迪平如此激动的原因。S 级英雄战手文 ，B 级英雄圣职墨客莱兹，发财了！真他妈贵！这一下又回到解放前了。不过这是 S 级英雄啊，值。武安带着欧文和默克到了城堡，迪平面前浮现酒馆电子面板，上面显示4个英雄。迪平关掉面板，打开背包界面，背包界面分为一个个小格子，第一个格子里面有一把长刀，其余是空的。这应该就是系统奖励的乌金战刀了，可要怎么才能把刀取出来呢？这时背包界面里面的长刀消失，下一刻出现在迪平手上。迪平脸上露出惊喜，这把战刀能把我的力量发挥到最大程度，要是再遇到变异藏獒，我能一刀就结果了它。背包空间受迪平的意念控制，物品收发自如，无比方便。收。战刀自迪平手中消失，回到背包界面中。该睡觉了。地下基地内，所有人都已经陷入沉睡。5个蒙面人鬼鬼祟祟地走向迪平的房间。迪平沉睡打坐的吉娜突然睁开眼睛，迪平惊醒，吉娜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指了指门外。该死，看来是白天太累了，睡得太死。2人走到门口，迪平推开门，蒙面人见到迪平和吉娜，吓一大跳。5人同时摸枪对准迪平，迪平化作一道残影冲入中间。5人的惨叫声惊醒了正在沉睡的众人，众人纷纷跑向迪平房间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迪平注意到门口放着5捆拉线手雷，这东西一旦引爆，整个地下商场都被炸塌。他心中涌出强烈的杀意。怎么回事？快让开！韩中国等人看清楚现场的情况，顿时惊得心胆俱裂，魂都差点吓飞。这手雷一旦炸开，不仅迪平活不了，他们这些人都逃不掉。狄先生，这……韩中国现在心里充满了惊惧，一是震惊，二是怕迪平震怒，杀了他们所有人。
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你们5个说说，为什么要暗杀我？谁主使的？有人要暗杀狄先生，谁这么大胆？天，怎么有人暗杀狄先生？要不是狄先生，我们早死了。知道事实，我非砍死他。对，砍死他。这人太坏了，狄先生来了，我们刚吃饱肚子，谁这么恶毒啊？真是该杀。有人不想我们活，找到他，打死他，保护狄先生。众人对狄平充满了感激，此刻都是义愤填膺，纷纷喊着要打死5人。5人面露惊恐。对，这些人该杀。陆海，把这些人拉出去毙了。一帮害群之马，连狄先生都想杀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5名蒙面人愤怒地看向葛中平。你，葛中平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太狠了！来人，把他们5个拉出去。蒙面人指着陆海，又指向葛中平。你们，我让你们动了吗？身穿制服的男子僵在原地不敢动弹，脸色难看。冰冷的声音响起，几个制服男动作一僵，站在原地不敢动弹，眼神却都看向陆海。狄先生，你看这5人冒犯你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狄先生仁厚，不忍杀生，这事您看不如。狄平眼神冰冷，看了葛中平一眼。葛中平打了个寒战，硬生生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。韩中国和鲁国亮想到什么，看向葛中平和陆海，露出愤怒的表情。你们说说吧，谁要你们来暗杀我的？姓葛的、姓陆的，是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。狄先生，就是他们要害你。晚上他们把我们几个找过去，说你这人狂暴爱杀人，而且还说你说的以后基地里不能玩弄女性，还要清算之前玩弄女人的人，犯过事的都要清理掉。你胡说，狄先生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话，他们说谎，他们现在就是凤凰乱咬。我没说谎，他们4个都可以作证。剩下4个蒙面男点头。他还说你来了基地，我们好日子就到头了，吃的喝的都要献给这些贱命们，我们辛苦战斗什么也得不到。对，他还说只要杀了你，以后女人随我们玩，我们和他一起吃香的喝辣的。话音落下，葛中平心里顿时一个机灵，仇恨的目光从4面8方朝他射来，无限的恐惧填满身体。葛中平双眼无神，瘫软在了地上。狄平站在原地，手指夹住子弹。现在的狄平拥有5000斤巨力，接住子弹自然不在话下。陆海傻眼了，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够用手指夹中子弹。不仅是陆海，其他人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颠覆。打死他们！对，打死他们！1个小时后，好了，首恶已除，心中的怨气也都发泄了，以后尽管放心，这样的人不会再有，你们都能安全的生活。让他人把这里处理一下，另外还有一些害群之马也一并处理了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斩草务必除根，以葛中平为首的罪恶势力被彻底抹除，而韩中国和鲁国亮等人则保留了下来。回到房间后，狄平第一时间打开系统。刚才陆海死后，有一团绿色能量球从陆海身上升起，没入林渊体内，其浓郁程度甚至要大于变异犬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王德林那些人身上没有，而陆海身上却有呢？狄平心中隐隐有种担忧，他怕自己有一天会不会为了实力大肆屠杀人类。要是那样的话，他和变异兽又有什么区别？宿主杞人忧天了。不管是变异动物还是人类，都是天地能量一种形式，死后能量消散，从而反哺天地。而系统只是把这个能量摄取出来，为宿主所用。具体这能量来自人类还是动物有区别吗？只要宿主时刻保持一颗明净的心，不滥杀无辜，不就可以了？系统，你能听到我的心声？是的。那我之前叫你，你怎么不回话呢？宿主太菜，多说浪费感情。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和我说话？我的存在是为了引导宿主变强进步。现在宿主心态出现问题，我得及时引导。那以后我问你话题，你还会回应吗？看心情。主人，您才睡不到半小时，这些人真烦，
也不知是哪个冒失鬼来捣乱。呵呵，辛苦了，就他们进来吧。吉娜起身去开门，外面是韩中国和鲁国亮。两位深夜到访，肯定有事相商吧？狄先生，事情都办好了，总共有6人全处理了。哦，好，韩大哥辛苦了。他对过程不感兴趣，几个坏分子韩中国要是处理不好，那就白当了这些年领导。狄先生，商场里我都巡视了一遍，所有人都很安静睡下了。刚才的冲突有人受伤，但都是小伤，问题不大。现在组织的作战人员各有多少？武器装备情况怎么样？韩中国对基地的情况明显做过认真了解，听到狄平问话，没有迟钝地把数据报了出来。接下来又说了食物的问题。现在基地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食物短缺的问题。韩中国和鲁国亮都是做管理的好手，如果能为我所用，那基地的建设肯定会更有利。不过两人以前都是领导，想让两人死心塌地追随自己，还是长征漫漫千里路。我有个想法，把民兵分成3个大队，再把原队伍都打散编进去，每个队选1个队长，2个副队长，然后每个大队再分10人小队，设1队长1个副队长。明天开始，我上下午各带1队人出去找食物，留2队人守护基地。你们看这样如何？韩中国和鲁国亮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点了点头。狄先生这个提议好，不过如今基地一盘散沙，需要设一个总队长来镇定人心。依我看，狄先生就是总战的最好人选。不错，这个提议非常好，我赞同。以后咱们就叫狄总队了。这2人是什么意思？向自己表忠诚吗？非常时期非常之事，这个名头我应了。不过我还年轻，能力肯定不足，以后的路上还需要2位老哥多多指教才好。接下来，狄平向2人说了基地的情况，表示想将地下基地的人全部迁移到基地去。韩中国2人立马表示同意。接下来便是建设3大战队了。韩中国、鲁国亮领着许胜3人来到狄平房间。总队长好。好，3位都是精选出来的精英，我相信你们都能胜任自己的职位。这3个大队我可就交给你们了，定不辜负总队长信任。鲁部长，简单准备些早饭，让队员们垫垫，省得出去走不动道。上午第1队随我出发，2队和3队留守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一群人走出地下商场，路上大队遇到变异犬和变异猫，都被许奈恶魔求出消灭。许胜带着队员进入交易市场，队员们看到食物开始疯抢。都停下，不准抢！你看看你们，哪里有一点纪律可言？我们是来收集食物的，收集到的食物要归公回去分配了才能吃。凭什么让我们放下？这是我们找的食物，我们先吃点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带回去分配？是你许胜想当圣人，你当，别拉着我们。许胜这人不错，现在正是考察他能力的最好机会，不知道他准备处理这件事呢？之前没有说明，是我的错。之前抢的我也不再问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以第1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声明，之后所有人都不得私自夹藏和偷吃食物，违反者一律赶出队伍。有任何问题，我会向狄总队解释。现在全都给我执行命令！众人大惊，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狄平走到许胜身边，笑着拍了拍许胜的肩膀。很快，队员们便搜集到了足够的食物，并且找到了便于托运的大型3轮车，准备回去基地。狄平带着队员们往基地走，路过一栋商住楼。狄总队，您看呐！商住楼的透明玻璃窗，有1男1女举着一块白色的板子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“请救救我们。”狄总队，要不要救？许队长觉得呢？都是人类，能帮还是帮一下，不过还是要狄总队拿主意。